最近这几十年呐，朋友们也都感觉到了，全球的恶性犯罪率简直是一路狂飙。有人说这是世风日下，道德品质下降，这确实也是一方面。但是您知不知道，这背后还藏着一个被死死捂住的自然原因，导致人变成禽兽的不仅是社会，更是大自然。今天我们就来解一解这个奥妙，跟我们头顶上正在减弱的地球磁场有关系。60年前，美国哈内曼医学院把一群平时极其温顺的白鼠放进了一个模拟极低地球磁场的特制金属桶里，结果仅仅3个月后，这些白鼠开始成批吞噬同类。科学家看着满地残骸，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地磁场环境降到冰点，哺乳动物大脑中的同理心就会被彻底抹除，剩下的只有最纯粹、最残忍的末日兽性。您可能会问，地球磁场减弱就减弱呗，大不了一起发疯。但是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更严重的后果还在后面。亚当与夏娃的故事这本奇书里泄露了一个地质学界的终极机密：一旦磁场衰减到临界点，这层60英里厚的地壳就会像踩了香蕉皮一样，在地球表面疯狂滑动。几个小时内，2英里高的海啸就会带着超音速的狂风，把洛杉矶、纽约、北京全部抹平。现在您再看看，为什么扎克伯格、奥特曼这帮处于人类智商和财富金字塔塔尖的人好日子不过，非要像耗子一样疯狂挖地堡？因为他们早就看到了磁场衰减的数据，他们防的不仅仅是核弹，也是在防就要打滑的地壳带来的巨大天灾。听到这儿，咱们老百姓可能心里咯噔一下，富豪能砸几个亿挖地堡，咱们普通人手里连个地下室都没有，那等超音速海啸真来了，咱们咋办？只能等死吗？千万别害怕，今天我先给大家透个底，等到末日降临的那一刻，自有宇宙飞船来接咱们。至于说这宇宙飞船凭什么来接咱们，大灾变到底有多惨烈，咱们留着悬念往下看。但我得提醒您一句，在等飞船来之前有一件事儿您必须得干，那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得棒棒的。所以今天必须再次给大家介绍普瑞堂，他们的明星产品玄宝黑参一直是大家最欢迎、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平时咱们工作累，精神紧绷，睡眠不好，一根玄宝黑参切片泡水或者含服，足够您足足吃上1个星期。现在每一单只要买满500美元，就直接赠送您1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而且这个赠送是上不封顶的。大家在结账时记得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大写字母 J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购买链接我就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先把玄宝黑参吃起来，把身体养好，咱们才能底气十足的等飞船。听到这儿，肯定有朋友要在屏幕前骂我了。就算地壳真的会滑动，那也是地质学里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缓慢运动，跟我们这辈子能有什么关系？您要是这么想，那可就真的太低估大自然的残忍和冷酷了。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地球上已经发生过并且留下了血淋淋证据的史前连环凶案现场。时间回到1900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冰层深处，人们挖掘出了一具别列佐夫卡猛犸象。这头在冰封中沉睡了数千年的史前巨兽被发现时，几乎保持着它生命最后一刻的姿势。官方的教科书和地质学家他们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头猛犸象大概是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里，然后被漫天的风雪慢慢冻死了。听起来是不是合情合理？可是只要你稍微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这个官方解释里藏着一个极度不合理的逻辑漏洞。首先，科学家在他的嘴里和牙齿缝里发现了尚未咽下去的是野牡丹这种花，只可能生长在温暖的温带甚至是亚热带草原上，它绝对不是北极冰原上的产物。不仅如此，它的胃里还残留着数十磅没有消化的青草和花朵。只要你有一点点生理学常识，就会明白，如果这头猛犸象是慢慢冻死的，
它的胃酸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把这些花草腐蚀殆尽。但是它胃里的花草居然鲜嫩的，就像是刚刚从草地上拔下来的一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他死亡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彻底冻透了，冻到了细胞核层面，甚至连胃里的消化活动都被瞬间按下了暂停键。当时著名的生物学家伊万·桑德森觉得这件事情细思极恐，拿着这头猛犸象的生理数据专门去请教了美国冷冻食品研究所的专家。专家看完数据，倒吸了一口冷气，直接告诉桑德森，在他活着的时候，周围的温度必须在短短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暴降140华氏度，也就是接近80摄氏度。如果降温速度哪怕慢了一点点，根本不可能保持完美的纤维结构。可是当俄国科学家在1901年解冻这头猛犸象时，它的肉依然紧致，甚至它的红色大脑和粉红色血液都保存完好。更让人感到头皮发麻，甚至在教科书里被死死抹去的一个细节是，这头别列佐夫卡猛犸象在被冻死的那一刻，它的脑部有严重的颅内出血和充血。这在医学和生理学上意味着唯一的真相，它是窒息和溺水而死的。让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在一起，一头正在温暖的草原上惬意地嚼着新鲜野牡丹花的5吨重巨兽，在一瞬间突然遭遇了铺天盖地的泥沙洪流，它被瞬间淹没，窒息死亡。与此同时，周围的温度狂降了140度，将它连同它身上的泥沙瞬间秒杀冰冻。请问什么样的自然气候变化能在一瞬间让温度暴降140度？什么样的风雪能把一头温带草原上的巨兽瞬间塞进北极圈的速冻库里？现代气象学说没有，地质学说绝无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在序幕里提到的地壳打滑。在那一天，地球的外壳在60英里深的白热化岩浆润滑下，踩了香蕉皮一样疯狂滑动了90度。这头正在温带草原上吃草的猛犸象，连同它脚下的大地，被地壳带着以超音速的狂飙，在一瞬间被甩到了北极圈。在狂飙的过程中，由于惯性，地表的海洋化作了2英里高的恐怖海啸，夹杂着泥沙和碎石，以超音速横扫大陆，将这头巨兽瞬间拍碎。紧接着，极地刺骨的极寒空气像无形的死神一样降临，将它瞬间速冻。如果您觉得西伯利亚冰层里那头猛犸象的死还只是一次偶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看一个更具毁灭性、更不可思议的史前现场。在南美洲玻利维亚的高原上，盘踞着一座神秘而古老的废墟——蒂亚瓦纳科。在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干燥，几乎没有任何农作物能够成活。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连呼吸都费劲的高原荒漠上，竟然耸立着一座能够容纳数万人的极度繁荣的史前大都市遗迹。官方的教科书和地质学家是怎么跟我们解释的？他们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史前古印第安人用成千上万的人力，在几千年时间里，一块巨石一块巨石搬上高原，慢慢修筑起来的信仰神庙。但是只要你把地质学和考古学的发现放在一起比对，你就会发现主流科学界的这个解释简直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考古学家挖出了一个让所有地质学家冷汗直流的物理铁证，在这座海拔接近4000米的高山之巅，竟然存在着巨大的用来停泊远洋大船的巨石码头。不仅如此，废墟的石缝里，周围的土壤中还残留着无数海洋生物的化石，有贝壳，有海螺，甚至还有生活在深海里的海洋生物遗骸。一个海拔接近4000米的高山之巅，怎么会有深海巨轮停泊的石质码头？怎么会有成千上万的深海生物化石？主流地质学支支吾吾，解释不清。但在这本奇书里，给出了一个最让人头皮发麻，却最符合物理逻辑的真相。在11500年前，
这是波茨坦天文台根据遗迹星图计算出的精确时间。这座城市明明是在海平面上的，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面向太平洋的繁忙远洋贸易港口。然而就在那一天，地壳发生了灾难性的打滑，太平洋的海水化作2英里高的滔天巨浪，瞬间吞噬了整座城市。它在一瞬间沉入了海底，静静地沉睡了整整5000年。海洋生物在它上面繁衍，深海的泥沙在它上面沉积，无数的海螺、贝壳和深海鱼类的骨骼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了它的石柱、码头和街道。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它的遗迹里会镶嵌着如此多的深海化石。直到7000年前，也就是圣经中记载的挪亚大洪水时期，地球经历了又一次惨烈无比的地壳大滑动、大重置。在那一天，地球外壳再次失衡，难以想象的板块碰撞和地壳挤压力，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把原本位于太平洋底部的海床，连同沉睡了5000年的蒂亚瓦纳科古城遗迹，硬生生地怼上了天。它从漆黑的太平洋海底一口气直接推向了安第斯山脉的冷冽云霄。一天之间，海底被推上天空，高山被砸入深渊。这就是大自然洗牌的真正速度，也是那些深海化石和巨轮码头齐聚高原的终极真相。既然这座城市曾经在海平面上，在11500年前突然沉入太平洋海底，又在7000年前被硬生生怼上了4000米的高原，那么大清洗的启动开关到底是什么？大自然究竟是用什么力量，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让厚达60英里的坚硬地壳像踩了香蕉皮一样疯狂打滑的？现代地质学和天文学对这个终极之谜避而不谈，将其列为科学界最顶级的现实黑箱。但是在这本奇书里，作者钱托马斯借助了物理学界一位泰斗级人物的研究，终于拼出了这幅终极拼图。这位物理学家就是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物理学家汉斯·阿尔文。阿尔文发现了一种前所未知的能量，叫做磁流体动力学能量，简称 MHD 能量。这是磁场、电场和物理力交织在一起的高维能量场。我们的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电机系统。请大家看我们脚下的地球结构，在距离地表60英里的深处，流淌着一锅厚达60英里的滚烫白热化岩浆。平时这层岩浆在地球内部强大的 MHD 能量渗透下，表现得像极具粘性的半固体塑料，牢牢地把地壳与地球深处的固体内核粘结在一起。这层 MHD 能量就像是给地球外壳涂上了一层超强的电磁强力胶。我们太阳系在银河系穿行，会定期遭遇宇宙级的灾难。银河系磁场零区也被称为磁场逆转区。当我们的太阳系和地球穿过这个磁场零区时，由于银河系尺度的电磁偏转，地球内部的电磁场会在一瞬间被削弱到冰点。那一瞬间，电磁强力胶融化了，那层60英里深粘稠的岩浆层在 MHD 能量消退后，瞬间退化成了没有任何粘性的自由流动的白热化液体。与此同时，地球两极那庞大、沉重且不对称的南极冰帽和格陵兰冰帽，由于不处于旋转轴的中心，会在离心力的拉扯下产生一个极其恐怖的扭矩，4860亿吨英里。失去了 MHD 能量束缚的地壳，在冰帽巨大离心力的拖拽下，在白热化岩浆的润滑下瞬间失衡，整场地壳大滑动在几小时内爆裂爆发。这才是史前大清洗、2英里高的超级海啸以及瞬间速冻猛犸象的真正物理开关。它不是因为陨石撞击，也不是因为气候变暖，而是太阳系穿过银河系磁场零区时，大自然对地球进行的电磁重置。说到这儿，您可能心里直犯嘀咕，既然地壳滑动这么恐怖，几小时内海啸滔天，在11500年前，那一小撮拥有极高科技的史前人类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难道也是像现在的富豪一样，提前像耗子一样挖个地洞钻进去？嘿，这就引出了这本奇书里藏在最后也是最让人震撼的一个终极机密。书里明确记载了一个在全球各地高度吻合的远古传说，在每一次地壳大清洗爆发前夕，甚至是狂风海啸到达前的几个小时、几十分钟，地球上空都会降临一支庞大的神秘舰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 UFO 飞碟，他们就是来接人的。但是您千万别以为这是买船票，这帮高级智慧生命筛选幸存者的标准简直让咱们普通人大快人心。他们选人根本不看你银行卡里有几个零，也不看你是当大官的还是大资本家，书里写的明明白白，他们拥有直接在你的脑海里与你进行心灵感应的能力。咱们这个地球啊，早就成了一个充满了贪婪、杀戮、欺诈的宇宙垃圾场，所以他们只会接走那些没有被贪婪腐蚀、心智真正干净的人，直接一道光接走。你要是满脑子算计和恶念，对不起，留你在地球上跟着海啸洗澡去吧。现在您回过味儿来了吗？为什么扎克伯格、奥特曼这帮顶级富豪非要花几个亿去挖地下堡垒？难道他们不知道天上有飞船会来接人吗？答案大家心里都知道，咱们今天就不说他们了。朋友们，咱们老百姓屏幕前的每一个普通人千万别害怕，就算那一天真的来了，指南针真的停转了，咱们没钱挖地堡，那又怎样？咱们有一颗干干净净、本本分分的良心。当末日的警报拉响，您只需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善良，就是全宇宙最硬的通行证，是唯一的登船的最高级别 VIP 门票。至于那些在十字架上留下史前遗言的先知，还有创世纪里被误译的密码，咱们下期节目接着为您揭开这扇宗教的终极黑箱。别忘了点赞订阅，咱们下期不见不散。